家好。今天一起床呢，就听到外面乒乒乓乓的敲击声。起来一看呢，发现对面有一家人家要装修了，但是看看那些人的面孔呢，好像都是一些新面孔。看来呢，这家人家是换了业主了。确实啊，低迷了一阵的这种房地产市场啊，稍稍有一点恢复交易的感觉啊。当然，价钱呢比最高点跌去了30%左右。那我相信呢，很多事情都是会以一个循环这样的方式啊，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啊。就这种房子呢也是一样啊，你升价再跌一跌，我觉得都是正常的现象。最关键的就是现在买房可能相对于几年以前啊，已经是一个比较低的价位。如果你买来自住，比方说像我们这种祈福新村啊，你不在于它的价格有太多涨价的期待的话呢，如果说你在祈福新村里面买一个房，就跟我们当年买这个房就是为了小孩在这边读书，有这样的一种刚需的目的的话，那我觉得现在买入应该还算一个不错的时机吧。但是想到这家人家就要装修啊，又要忍受起码几个礼拜的这种拆房子啊、装修的那种杂音呢，就会有些烦。但这也没办法啊，旧区的房子呢，买来以后啊，谁都想按照自己的心愿呢，重新来装修一番，让自己住得更为舒适一些啊，我觉得也是合理的一个事。最近几天呢，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连续下雨，像昨天几乎就下了一天的雨，而且雨还比较大。我还特地出门，一边开车一边随拍了一段时间。但是呢，感觉这个相机啊，没有能够挂在车窗玻璃上啊，而是另外换了一个支架呢，这个角度效果就一般般。但总之呢，就是随拍一下啊。出行嘛，在没有为自己添加更多负担的时候呢，就随拍一下见到的风景。也许呢，有些朋友对我住的这片区域啊有所关注，或者他曾经在这边就住过、生活过啊，需要一些回味或者了解他离开这边很多年以后的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呢，那我觉得我这样的视频呢，还是可以帮到一些人来了解一下他的过往和他关注的这片区域的现状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像我现在骑行跟大家慢聊，骑行呢是我的目的啊，慢聊呢它只是一个副产品，因为闲着也是闲着，就骑着呢有时候也会无聊，尤其是一些骑过的这些路段的话，那么呢就通过一些闲聊跟大家呢也聊聊这些路上的风景、看到的事物等等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今天呢也是延续着一个阴天。其实我今天看了一些天气预报，从早到晚全部都是下雨的这种预报。只不过每一个地方呢，可能下雨的概率不太一样。所以
虽然天气预报的现在是正在下雨，但是我看了好像这个天只是阴天而已啊，所以我还是骑到外面来锻炼一下，看看会不会淋到雨啊。天气呢，对人的心情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对人的生理的这些也有关系啊。就你比方说像现在这种低气压的状态啊，你就会感觉就不是那么的爽快。主要呢就是你在呼吸，你的血液系统啊，它的工作负担就要增加，因为它承受了一些压力。如果是天高气爽，再加上温度适中的话呢，那人整个代谢就会更加的容易。那么也就是说呢，人的整体的机能就会有更好的效率。最近几天呢，巴黎奥运会啊，如火如荼。就我当然没有跟着看实况啊，因为巴黎跟中国的时间相差了6个小时，要比北京时间晚6个小时，所以它比较重要的那种像开幕式啊，都是晚上开始啊，那我们呢已经是半夜了，就不可能去追这些比赛，所以我们只能是马后炮，都要等到第2天以后呢再看回放啊。但是有个好处，就不用费那么多时间，就可以看一看有很多的媒体，包括自媒体他们做的一些精简版的视频或者精华版啊，我觉得看看这也就够了。那巴黎的奥运会啊，最值得称道的，我觉得并不是奥运会本身，而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巴黎举办奥运会的次数。就100多年以前，他已经举办了巴黎这座城市的第1届奥运会，然后将好100年的以前的今年，巴黎举办了第2届的奥运会。那一个国家啊，在100多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的举办奥运会，并且在第2次举办奥运会之后的整整100年之后，又举办了第3届的奥运会啊。就这个本身，你就可以感觉这座城市它背后的这个国家，它的坚实，它的文化，在这100多年的里面啊，一直闪亮着，而且这个国家的整体的经济等等状况呢，也一直维持得相当的不错啊。虽然它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所以这个还是让人有一些感觉。第2点的感受呢，就是这次的奥运会给大家展示的是一种绿色环保的理念啊。据说为了这次奥运会，只额外建设了2座场馆，绝大部分场馆呢都是利用以前的曾经举办过运动会的一些场馆，尤其呢是各个私人俱乐部啊、球队的一些主场的训练场馆等等，而更多的呢是做了一些临时的改造，比方说大王宫、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附近等等，就那些知名的景点摇身一变呢，经过了一些相对简易的改造，就变成了赛场、比赛的场地等等啊。就觉得真的法国人还是
不光懂浪漫啊，还蛮节俭。那么据说很多的这些场馆呢，在开完奥运会以后啊，那些临时的建筑都会被拆除，一切又恢复原样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法国人的思维啊，也可能因为他们奥运会办的次数比较多了啊，就没有必要把这个作为一种荣耀啊，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了，而只是呢，当做一次盛会，当做一次全球的盛会啊，同时呢，也向大家展示法国文化的一种不同点。确实，这次奥运会的开幕式啊，有很多令人惊艳的地方啊，但是也有很多被诟病，甚至被世界的主流的媒体啊批判的一些地方。比方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啊，或者说实况转播当中，让我们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的那些解说员们、播音员们一时语塞的那种画面，比方说关于第三性、关于同性恋、关于一些宗教方面的反潮流的这种行为等等，就让我们的这些播音员啊，不知道要如何来解说。那当然在世界上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就比方说他们开耶稣的玩笑，把最后的晚餐啊做了一种夸张的渲染。那在某种程度上啊，他们也是敢于直面他们文化主流价值观里面的对宗教的这种虔诚，拿这个最敏感的话题呢来开玩笑，结果呢就遭到了西方的那些信奉耶稣的国家的媒体批判。据说呢，有一些视频，有一些画面已经从奥委会的官网撤了下来了，因为可能争议太大。但是呢，老实讲，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这个法国人的对这种世俗文化的挑战，有很多标新立异的做法。也许这个就是法国这个国家，他们的语言，还有他们的文化，还有他们著名的城市啊，包括巴黎在内的，一直在世界上还是令人有某种向往的理由之一。这个就跟他们的国旗啊，那个3种颜色的旗帜所表达的含义，自由、民主、博爱啊，就这个虽然是法国人崇尚的一个文化，其实早已经变成了这个世界各个民族内心的一种向往。虽然很多国家的老百姓啊，还在争取这种自由、民主、博爱的路上啊，但不管怎么说，它唤起了人类啊，就内心当中的某种渴望。所以，虽然法国这个国家呢，已经逐渐的在还他们以前侵略殖民很多非洲、中东国家所欠下的债啊，就是他们现在不得不引入更多的上述地区的，包括难民在内的移民，就使得法国这个国家，大家现在都有一种疑问，它还是一个当地法兰西人或者他们的老祖宗凯尔特人那种纯种的白人的国家吗？它看上去啊，
尤其是某些团体或者说运动员队伍当中，更多的看到是黑人，而在巴黎的街头惹出事来最多的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信奉伊斯兰教的这些国家来的难民或者说移民，就造成了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包括治安的问题。那这些都是法国这个国家曾经作为一个世界上有名的殖民主义国家，在100年以后，其实应该还没到100年，就慢慢的要为他们祖先或者以前这种扩张不断的要付出代价啊。所以呢，虽然法语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这样的语言，也是一直为法语系老百姓感到骄傲的一种语言，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呢，法国文化呢也在逐渐的变得多元，或者说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变得更加的自由散漫。就像某些人对法国的表达的某种担忧一样再过几十年或者可预见的未来，法国会不会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因为事实上将来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有可能在法国会跟信奉耶稣的基督徒平起平坐，而且根据这些黑人、中东人的高得多的这种生育率，那法国当地人会不会将来变成一个白人变成少数人种的国家？相信也会有很多让人杞人忧天的担忧正因为这样的现实，法国会不会再来一次民主革命，就跟当年他们的法国革命把皇帝送上断头台那样的，整个社会的体系从现在的偏左变成极右呢？从前一段的法国的选举就上演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右派差点上台这样的局面所以法国社会呢是一个完全遵循着他们当时的革命的理想，就是要自由，要民主，要博爱但有时候民主意识太强，自由愿望过度，爱得太过随便，那最终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会变成自由散漫的国家，就会有被绿币驱逐良币这种危险性当然这些呢都是法国人要去面对的一种社会现实。我自己呢，曾经有过很多法国人的病人，跟其中的一些法国人呢，也结下过一些友谊。我自己也曾经访问过2次法国，虽然只是去过某一些地方，
相信呢，对于法国整体的，无论是风光还是文化等等呢，知之甚少，最多呢也就了解一些皮毛而已。但是呢，就跟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样啊，我们对于法国呢还是高看一等。它的丰富的历史源于它历史上出名的人物，无论是拿破仑，还是雨果，还是二战中的戴高乐，还是巴黎这座辉煌的城市，或者说最像一座古典城市的城市啊，而且追溯到拿破仑3世时代的巴黎城的大改造，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巴黎这座举世瞩目的城市的结构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但是法国并不仅仅有古典主义，法国还有蓬皮杜中心，完全是打破传统的一种现代建筑，也有贝聿铭设计的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曾经受到法国民众的质疑，但是后来不但被法国人接受，而且成为他们开放包容的一种骄傲。法国不仅仅有埃菲尔铁塔，不仅仅有凯旋门，还有中轴线上远端的新凯旋门。总之，巴黎的魅力啊，多种多样，不胜枚举。所以我相信啊，法国尤其是巴黎，作为全世界大家评选出来的最佳旅游目的地，应该是无愧于它的花都的称号。那对于巴黎这座花都，并不是意味着这座城市它的优美的植物，经常开着鲜花的那些法式公园，而更多的呢是它的文化犹如百花齐放那样灿烂多姿多彩。所以呢，这次巴黎的奥运会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整的去跟随它的实况转播，但是从那些回放当中呢，也能够了解到，就巴黎这座城市还是我们当年印象当中，也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一座城市。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余生之中将来还有机会呢，再访巴黎，再亲身去感受一下法国文化的魅力。当然也希望呢去看看开了3届奥运会之后的巴黎的街道。好了，今天呢，看看天色将要下雨，那我们就在这边呢结束我们今天分类的健身骑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
拜拜。